这次的厦门之行，除了是我们第一次体验金厦小三通，这趟全程自费的旅程中，我们一并把当地的银行账户与电信卡办好了。大家未来如果来玩，会发现厦门的主要景点和鼓浪屿大多集中在思明区，交通、住宿非常的便利。如果你是第一次前往中国大陆旅行的小玩家们，我们之前有拍过一集专门介绍电信卡、交通 App 以及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介绍。出发前记得先看完，并把软体安装好哦。总结来说，我和薛仁都觉得厦门的绿化做得很好，人行道规划也很完善，整体的旅游体验相当的不错。对我们而言，旅行就是不断的观察、学习，希望这次的分享对你们有所帮助。创世小夫妻七头笑嘻嘻，我是云流，今天要带大家走金厦小三通，因为我要带薛仁去厦门旅游，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厦门，也是第一次造访金门。现在来到金门港语运中心，堪称一个机场的规模，35000平方公尺。金门到厦门只要30分钟的船程，有点像是从台北到北投之间的捷运的距离，非常的近。第一次来到金门港语中心，非常的吸引，非常大。听说它比之前的大3.5倍。第一次来的时候，翻到这边好明亮整洁，动线其实都规划的非常好，因为它的指示标示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旅客如果来到金门港旅中心，这边也不用担心会迷路。除了金门港旅中心之外，到了厦门的五通码头，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下进便利台胞服务专区，听说位置变了，所以我要带薛仁这边去办电信卡以及银行卡，教大家怎么走，以及它有哪些申办的业务内容。非常期待这次的厦门之旅能带给大家一些不同新的感受。好的，那我们把场景拉回松山机场，带大家走一次小三通的流程。我们这次是走小三通一条龙的套票形式，后面会跟大家分析一下直飞跟小三通或者是个别购买之间的差异。我们这次是坐7点立荣航空的班机。check in 的时候，我们来到人工的柜台，发现到人非常的多，但是旁边有自助 check in 机，那就带大家走一次 check in 的流程吧。好，我们先按新触萤幕，可以选择语言中文跟英文，直接划位。好，然后准备这些证件，身份证、健保卡跟护照，然后我们按同意，同意之后，下面会亮灯，亮灯就是我们先扫码护照。我们目的地是要往金门，所以按金门护照。然后我们选择同行者，薛仁他是同行者，所以我们也要请薛仁去扫描他的护照跟身份证。然后上面会显示我们的座位，确定没问题之后，我们决定登机证。这边显示说，你拿出登机证之后，你要确认的资讯，确认完资讯没问题的之后，我们到托运柜台去办行李的托运。行李托运请于起飞前1个小时开始办理，现场人蛮多的，所以只要报到完就赶快去做行李的托运。这边是手提行李与个人物品的相关规定。托运完，我们就抱持着开心的心情，准备前往金门吧。我们抵达金门上义机场的时间是8点09分，现在是8点40分，我们终于拿到行李。我现在没有想到来金门坐小三通的旅客这么多，所以我刚才其实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订购单上面它写接驳车是8点半，那因为我拿行李的时间已经超过8点半，还好一出来很贴心的就有穿红色的服务人员举着金厦五畅通的牌子来这边去跟大家做接洽，那他也很热心的跟你说，来这边等。那因为我们错过8点半的班次，它是定点接驳，所以我们接下来是要坐8点50分的车次。一出来，如果遇到接驳的人员，你直接把台胞证跟护照给他，他会帮你取船票，你不用人工去取船票，省了这一段麻烦。如果你今天不是买一条龙的套票，你是分开买，你就必须要自己到人工柜台去取船票。肚子饿的话，一出来这里就有 Seven 可以买东西。接下来想跟大家讲一下直飞小三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我好奇，为什么我们不能
自己买机票、自己买船票，要透过旅行社。目前来厦门有几种方式，第一个是直飞，第二个是买一条龙的套票，第三个是散装，是你自己分开买。直飞它的票价比较贵，而且是浮动的。看清明年假的时候，那时候机票大概是7000到12000，光单程。好处是它行李是直接挖到厦门，你不用像我们这样子小三通的方式要自己扛行李，它相对比较舒适。如果你今天预算够带长辈，我觉得这个情境下是还蛮适合做直飞的。它的缺点是它的票价浮动，每天的班次比较少。再来第二个就是走一条龙的模式，一条龙像我们这样子，请旅行社代办吗？对，付一点手续费给他，但是他帮你把机票、接驳、船票全部包容在这个一条龙的套票里面。那好处是什么？你不用花时间去各个平台订票，旅行社他会把大部分的票源先收纳，比较少会有买不到的情况，或者是时间上比较不好的情况。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散装，有一些人他不想给旅行社去抽手续费或者是代办费，他会分开买，但分开买你要在各个平台可能要注册，可能要去了解订票程序。但我跟轩仁的价值观认为说，在交通旅程上来讲，尽量是省时省力，我把我的心思放在旅程上，好好的去享受这段旅程。那交通的部分，我觉得花一点钱给旅行社代办，会省下不少时间，而且也会省下不少心力。这次我们是在 KKday 上面去购买的，那购买的链接我们放在下方，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购买。觉得很奇妙的是，我这次买小三通的一条龙的套票，可是网络上出现的时间买了之后，发现这个时间竟然满了，还蛮意外的，所以要跟旅行社再来回沟通新的时间。那这跟我一般自己买机票、自己买船票的感受上比较不太一样。旅行社它的好处是它是统一窗口，那我订了之后，看到旅行社还打电话过来说这个时段满了，请我们要改时段。但我觉得好处是，可能有一些人他比较不喜欢做网络上的交易，他可能觉得流程太麻烦了，他用电话上沟通，直接用人去讲，反而会比较快。那我们这次是直接对接了旅行社的窗口，直接跟他讲说我要改到哪一个班次，几点几分，他都会跟你讲一清二楚，之后还会发简讯给你，跟你通知这件事。因为我们在 KKday 上面购买的时候，是可以透过直接在线上平台沟通。但是因为那个时间班次我们比较不太好掌握，所以我们后来是直接打电话到旅行社那边去跟他们讨论正确的时间。现在是8点49，你要去搭车了，来跟我走哦，是吧？我们看到左边竟然有军车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就是开悍马车的，特别有感情啊。来啊，金门就是这个战地风情啊。在我们女生眼里，就是想说哇，男生又开始讲他想当年当兵的时候，所以你问我直飞跟小三通有什么样另外一个差异吗？我觉得你可以落地金门，感受一下金门的战地风情，这个是直飞做不到的。所以我一下来的时候，我有觉得我好像要准备教召要当兵的感觉。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就会有引导人员帮我接驳到前面的车。接驳的过程中啊，会安排一个购物的行程。那有15分钟的时间逛贡堂，但是他没有强制规定一定要买，所以没有关系。在接驳的路上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导游跟我们讲的一些小故事。我刚刚听到导游讲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金门这里比较原始，那厦门那边就很繁华。所以到假日的时候，有蛮多厦门的人想要亲近一点，就会过来金门这边玩。那金门人这边想要晚上热闹，想要夜生活，就会跑到厦门那边去玩。所以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抵达金门港旅中心的时间是9点24分。我们要出境的话，直接是到3楼，1、2、3号的入口都可以进去。我们要前往厦门五通码头的话，3楼是离港大厅。回台湾的时候才会抵达到1楼的离港大厅哦。离港大厅真的满满的人潮。接下来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离港大厅有哪些服务跟设施吧。进来抵港大厅的时候，右边这边是行李托运跟售票处。这个售票柜台左边是去五通码头的，
右边是去实景的。接下来想分享取传票的流程，但如果你今天是走一条龙的模式，会有导游协助领取哦。拿到传票啦，在开行前的1个小时，你就可以去柜台取票了。在网络上订票，你可能是金洽小三通或者是爱海台的购票平台，就来到这个柜台直接取票就可以了。那要出示护照、台胞证，需要注意的事项跟大家讲一下。你下金门的上义机场，你拿行李，突然间发现我肚子痛了，完蛋了，我赶不上了。记得在开行前的35分钟到1个小时这段时间，赶快去你原来的平台去退票。如果你来得及赶得上，一定要在开行前的30分钟赶快取票。如果你没有取票，没有使用这张票，不能退，而且是直接作废。我刚才讲的那个上述情况是说，如果你自己个别来买传票，你要注意上面的时间，遵守这规定，不然到时候会很麻烦。这次是透过 KKday 去买一条龙的套票，要退要更改也是要在2个工作天前完成。这边也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今天买从台湾本岛到金门的机票啊，建议提前15天至购买，选的时段会比较好。我这次也犯了一点点小错了，我大概是7、8天之前购买的，翻到它那个时段没有很好。在离港大厅这边，如果你今天是商务人士，或是你刚好有带笔电，或者是要充手机的话，这边也有站立式的充电站。非常贴心，座椅旁边也有座椅式的充电，还蛮贴心的哦。这里还有护理站，刚刚看到一个老人家可能手受伤了，所以马上有护士小姐帮他处理。换钱的话，也可以来到金门信用合作社柜台左上角这边就有写它的汇率，在售票处的右边可以看到有圣主食品、侨安牧场以及 Seven， 所以你今天如果肚子饿想吃点美食，可以来这边吃点小东西。售票处的另外一边就是靠近 Seven 这一边，这边主要是去泉州的。这边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海景餐厅，价格上算偏中高一点点，但是它的海景真的蛮无敌的。如果说你有空闲时间，不妨来这边吃点东西，喝一下咖啡。我刚也吓到我想说为什么那个蛋饼是葱抓饼的那种 size， 然后说你是不是给错？我远远看我以为是猪排。金门人的蛋饼都这么大吗？介绍完3楼的离港大厅，接下来跟着我们的脚步出示护照、传票，一起去搭船吧。搭船之前呢，我们可以抬头看一下上面的仪表板，显示说目前你的起航的时间。边检完之后啊，我们就会来到免税店的大厅。好，为什么小三通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呢？主要是因为有些人来到金门这边会顺便旅游，还会去一间亚洲最大的免税商店，就是深恒昌。很多人会在金门市区里面买一些免税品之后，他会直接寄来这边，人工查验完出来之后，你可以直接这边提货，提货完你就可以直接回去厦门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从金门带东西过去厦门，肉制品、生鲜蔬果这些是绝对不能带的。在查验之前，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竟然有跑单帮，就是说，Hello， 要带酒吗？让你带他想要的货物，请你帮他运出来，出境到厦门这边。但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塞了什么东西，有可能它只是一个罐装的饮料，可是这罐装饮料可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觉得那风险太大了。不要去贪这个小便宜，因为前阵子有新闻说有人帮忙跑单帮就被抓到，里面其实是毒品，大家不要去赚这种很危险的小钱。所以现在是在等船嘛，这个时间等船的人就超多了耶。我有个疑问，因为我们是12点半的船，那现在才11点55分，为什么现在就要在这边排队？因为这个船是自由座，所以我今天如果想要看好一点的风景，我就会排最前面。有点意外，从我在松山机场出发，然后到金门码头这里，一路上来金门、厦门的人真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多哎。检票完啊，我们就会搭乘手扶梯从3楼一直搭乘到1楼，再进行登船的作业。登船的时候啊，可以把你的行李请工作人员帮忙去安置，请务必记得你的行李是摆放在哪一个位置，以免下船的时候找不到而错失惊慌哦。
盘程大概30分钟的时间，船上真的还蛮安静的。我刚才有不小心睡着过，你有睡着吗？有啊，我有睡着啊，那一样是被那个浪给吓醒。对，就一次。第一次做小三通的搭船体验来讲，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可能是那个船员特别的凶，所以船上特别的安静，因为还是有人不守规矩，就是直接在行驶之中站起来，所以那个船员他要比较大声的去呼喊这件事，所以大家都感觉在船上好像比较乖一点。但是如果说一靠岸之后开始就来乱了。其实我想讲的是，因为在行驶之中，如果浪比较大，会有点危险，建议大家不用急着下船，因为如果浪太大，你跌倒会有点危险。因为像我跟薛仁之前在上海浦东机场先办过我的个人信息采集，所以他可以直接走 eGate 扫描台胞证，辨识你的人像，按压你的大拇指指纹，就可以直接通过了。所以，如果今天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各大的机场，有那种快捷采集的机器，去做一下个人指纹辨识，还有人脸采集。如果你想要看完整的教学影片，可以看我们之前在上海浦东机场拍的影片，里面有完整的介绍。一出来的时候，旁边有2间银行可以开中国银行账户，就是厦门银行跟中国银行。那大概看到旁边这边有中国移动，然后往后面看啊，也有中国联通，然后有一些相关的旅游咨询服务的部分也都在这边。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去找那个进便利，所以就跟着我们走。一出来还是有一个不太习惯的地方，就是好多人抽烟，烟味蛮重的。一入境一直有推销人员来跟你推销说，我们这边有厦门的一条龙服务，这个换汇、手机、电信都有，还有一条龙，还有旅游服务。我不建议在码头这边办电信服务，为什么？因为他们算是代销多抽一手，你就直接到进便利这边去办中国移动就好了。场地来讲还比较舒服一点点，比较像正规的营业场所。对啊，因为你入境的时候，很多旅客都挤在门口这边，所以会比较拥挤。我们往右边一直走，一直走，屋顶弄得很圆弧。进来进便利后啊，我们就可以到旁边去抽号码牌，可以办驾照、居住证以及电信号码。帮薛仁办完中国移动电信的电信卡，是让薛仁去选方案1的方案，先预存200块的话费到中国移动。我之前中国联通的费率是保号之后每个月是8块钱。顾名思义，就是我每个月之后固定扣8块钱，但是我这个号码可以养着。像我这次再来厦门，我还是用中国联通的号码，畅行无阻。来的时候，你只要开 App 购买网络的流量，就可以又开启了。有观众之前跟我说，你回去就直接取消就好了，因为我之后还是会来中国大陆这边旅游。因为取消之后，代表我门号就 cancel 掉了，就释放给其他人用。那你下次再来中国大陆旅游，又要再办一次门号，对不对？那当然，如果你很常来这里旅游，就建议大家用保号的方式。因为我还没来厦门旅游之前，我要订一些餐厅跟景点的时候，我其实有的时候要收简讯，我在台湾还是收得到中国大陆这边传来的简讯，我可以直接定位。有一支手机门号还是会方便很多，因为像我知道我要来厦门旅游，所以我又在淘宝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又寄到我的饭店。寄到饭店的时候，建议是要有手机号码啦，因为它会有个验证码让你去饭店取。来进便利还有一个服务你绝对不能错过，就是厦门针对首次前往大陆并从厦门口岸，如五通码头、高崎国际机场推出了手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包含了3大生活与旅游的优惠便利，绝对不能错过哦。我刚才办完电信卡，本来要到厦门银行跟中国银行这边去办银行账户，但没有想到我的首选是中国银行。它每一天大概只有20位名额，那现在时间是几点？现在是2点22分，但是听起来还是有名额的，因为我刚刚看上面名额只有18个，但是因为办理是需要时间，所以他们时间到了也不会再继续办，所以有2个问题，一个是名额限制，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应该是像台湾的银行营业时间3点半就收行了，预估那时间可能要差不多，已经超过他们的营业时间。不过他刚刚有讲，因为我今天没有办到，我改天再过来，只要我留着今天的船票，还是一样可以办理。对，但是要早上过来，因为他每天还是有办理的名额。
很急，你可以直接到市区这边去办理。有些市区银行需要台胞证、居住证以及手机门号。台胞证跟手机门号这2个是必备的，但是居住证要看各个银行的规定。所以这个银行如果不 OK， 你就到另外一个银行碰运气，因为要防诈骗，要防洗钱，所以它在账户的控管上来讲，它可能更严格，需要居住证。来到招商银行这边办银行卡，单日限额是1000块人民币，年限额是20万人民币。你之后如果要去调整这个单日的限额或是年限额，一定要有居住证。开户的时间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行员都会跟你说，会指示你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你不用担心要填什么资料，你过来这边行员就会协助你。此外，他会要你填居住地址。我们是填酒店的地址，这是 OK 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中国大陆手机号，你要完成电信的注册。申请完手机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业务受理单。那通常用这个业务受理单来银行，他们就会看得账。但因为可能那个画面有点小，刚好有下载中国移动的 App， 他就请我出示中国移动 App 里面的一些资料，确认你是用实名认证，这个也是 OK 的2种方法。为什么会带薛仁来招商银行，不是带他去厦门银行？最主要是因为厦门银行你把它想象成是区域型的银行，所以它在之后的跨境汇兑啊、存汇款的一个业务上来讲比较麻烦。例如像是如果我之后要再来存款，必须要到福建这边的厦门银行去存款。申办像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这边，在全中国大陆分行据点非常多，而且它的手续费或者是说它的跨境的汇兑来讲是比较及时，而且它的系统是比较完善的，所以你把它想成是全中国都有的遍布大型网点的分行。厦门银行就像是澎湖的信用合作社或是金门的信用合作社来讲，是区域性的银行。我知道五通码头这边有中国银行跟厦门银行，那就依照每个人的情境需求，如果是你是长期生活在福建地区来讲，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就开厦门银行就好了。如果你是希望你未来在中国大陆旅游到处跑，我觉得开这种中国银行或是招商银行来讲会比较方便一点。第一天呢，我们从住宿的地方叫计程车到南普陀市，之后的行程跟景点都可以用走的。厦门因为绿植多，人行道规划完善，步行是探索厦门最好的选择之一。影片中也会跟大家分享我这次住哪里，为什么住这边，以及它的优缺点是什么，都会如实的跟大家呈现。我先带大家去净化一下身心灵，就是南普陀市。普陀市请大家记得先扫2维码预约，你要填你的台胞证证号，然后输入你的同行者。这个狮子是有什么渊源啊？要摸哪里啊？入园的信徒都是把狮子摸过一轮。对啊，这是有什么传说？我们现在入园了。哇，这边也是很热门的景点，因为好多观光客、观光团有很多讲解的。先别急着进去，如果入园前你有大包小包的行李需要寄放的话，这边也很贴心，有提供自助的寄放机哦。来到南普陀市，如果你今天没有预约讲解的话，别担心，庙方也提供免费的人工讲解，但是讲解的怎么样呢？后续会跟大家分享。现场要预约的话，记得来这边先登记哦。那个大镇上那幅对子，有人助理看过一眼吗？所以那里叫五老峰，这道景叫五老凌霄。刚才那个东门后面背后的那个上面也有五老凌霄几个字哈，可能都没有注意就是了。刚刚听完导览，你觉得感觉怎么样？因为它是免费的，像如果有些是付费的，它是会有耳机。那有耳机有好处是因为这边人很多，那耳机你可以比较听得到导览员在讲什么。那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它是现场直接讲，旁边的人潮也蛮多的，所以有时候会比较听不太清楚，声音会被盖掉。导览人员也蛮辛苦的，花个钱做一下导览，戴个耳机也可以听比较清楚一点。我跟大家分享，来到南普陀市，你要看的是他们闽南式的建筑，因为刚刚薛仁跟我说，他的注意屋顶怎么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朴素，
但仔细看闽南式的建筑，它都会有燕脊，它有点像是一个燕子的尾巴会往旁边翘，旁边会有一块像红色或是不同颜色的，像瓷砖这样的方块，它把瓷片切成一块一块贴在上面的屋顶。最特别的是，大家可以看到，不是有木造建筑，它是完全没有用任何的铁钉，是用木榫卡，代表是说和谐祥和的一个感觉。因为我原来也很喜欢看屋顶，你不要污蔑我，刚刚是说旁边那个小的比较朴素，因为水彩颜色没有弄得很漂亮，但是中间这个很漂亮，因为我有观察到它的木雕建筑。因为它的水彩颜色很鲜艳，上面有一些动物，色调是不是再活泼一点？对。哇，我觉得进来这区很厉害耶，因为我光看到里面的佛像，但是不好意思，因为里面是尊敬佛像不能拍，但是真的非常的壮观。主殿里面有一尊千手观音，真的好可惜不能拍照，但是好漂亮，因为你可以看到它很细的雕刻的艺术，它旁边有很多手。老婆，你猜千手观音它蕴含的意义代表是什么？我先提示你，很多手。千手观音不是要拯救我们世人吗？好，方向对。那它有很多只手是要拿来干嘛？很多只手拯救众人啊。学人还是冰雪聪明，很多只手的意思是说帮全世界的信徒解决他的需求，手上面都会拿很多法器，例如像是一些法宝，有健康上的问题，然后今天有财运上的问题，那千手观音他拿着法宝帮助你。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刚刚进来是不用门票的？对。那你想想看哦，我们去过这么多国家，有一些地方，例如泰国、日本，是不是有些地方是要门票的？可是台湾行天宫免门票啊。对，台湾行天宫才是人行的。这边南普陀寺很特别，是它不收门票，而且提供清香。对耶，还提供香让你，所以刚刚那个香也是可以免费拿，全部免费拿的。哇，真的太佛心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建立这个南普陀寺的佛寺认为你要有利他的心态，就是让信众可以不要带有功利之心来到南普陀寺这边。刚刚在听导览的时候也有讲说，前面有一个放生池，要贯彻佛学的概念。对，慈悲为怀。所以我刚才看到好多乌龟了，来，我们去看一下乌龟。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错了，这间寺庙啊，除了建筑、佛像很厉害之外，你绝对没有想到，他们家的树饼也非常的好吃。听说在厦门的伴手礼是名列前茅哦。所以啊，我就跟Sharon买了几盒来尝尝。其中有2个口味是一定要买，第一个就是南花馅的树饼，然后另外一个是椰子口味的。我们来试试看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在厦门非常知名的树饼。它这一盒里面有6小包装，外包装真的很接地气，真的很佛像，真的很佛学，佛光万照，对不对？都是黄色的。那馅还蛮饱满的哎，开吃啦！南瓜好吃哎，不愧是它的 Top One， 皮薄内馅很饱满。说实在的哦，我是不太喜欢吃馅饼的人，这个会让我想要点一杯黑美式来配一下这个感觉。南瓜馅不会很甜，它没有传统糕点那种很甜腻的感觉。椰子口味做的很像蛋挞，但我自己比较不配这一款，偏比较西式一点，东南亚style。泰国小糕点。对啊，应该真的是很常在东南亚吃到类似的糕点，所以我还蛮意外它会出椰子口味。这款还不错哦，老少咸宜。那你有吃到椰子的一点点鲜味感吗？有啊，很多椰子丝它料放还蛮多的，这好吃。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厦大啦，我是预约10点半的场次。前往厦大之前，一定要跟大家讲，要在3天之前预约，是免费预约，填写台胞证资料。预约不代表你就中，你要每天的下午5点，它会准时开奖，它会摇号。摇号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有好几千个人来好，它只有固定的名额，它就是要去抽那固定的名额，看你有没有中签。运气好，预约一次就中了。看一下乐透有没有中奖，所以蛮期待的。离开之前啊，如果你肚子饿，南普陀寺啊这边也有蔬菜馆，但是啊，我今天跟Sharon找了另外一间 CP 值更高的蔬菜吃到饱哦。等会我们逛完厦大会再跟大家介绍。接下来我们从南普陀寺步行到被誉为中国大陆最美丽的大学——厦门大学。厦门大学不仅是预约制的最美学府，其宏伟的扎根建筑与浓厚的历史底蕴，
绝对值得你亲自走访一趟。来厦门大学啊，我觉得有主要3个原因。第一个，校园的美景，依山傍海，校园内融合了中西合并的加根风格建筑，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之一。第二个，历史底蕴，这间学校啊是由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中国大陆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所创办的大学。此外啊，第3个，它临近南普陀寺与沙坡尾，所以很多游客啊都会亲自来这边造访，所以啊这边也是游客必访的热门打卡点。厦门大学正门口非常多人在拍照，但是你是游客的话是没办法从这边进来的，是要再往它的正门口的左边这边走，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访客游客中心这边进去。但是很多人没有预约成功粉，都会来这边拍照。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大陆最美丽的大学长什么样子 ，Let's go！ 从正门口左边走不到5分钟就可以来到这边厦大访客中心。哇，这没想到游客都要另辟西门让你进去，那我们就看里面长什么样子。够喽！可是我很好奇，厦大外面的自动贩售机卖了什么东西？哦，卖冰棒，然后饮料，卖的还蛮好的。我最喜欢这个，大家来看，大家来看，还有养乐多。这个以前我在公司旁边啊，你知道在台北的公司都是下面有人骑脚踏车，然后后面放养乐多，但是那温度都不冰了，直接是冷冻柜的。对啊，冰冰凉凉的，看起来很好喝。而且这边也有卖咖啡，贩卖机每次单价10块钱人民币左右。现磨咖啡。这个是拍照的，这很多地方都有，上海也有。公仔这边现榨的苹果汁现榨柳橙。为什么它这边很像卖场？有点像文青的那个小市集耶。还有文创商店。我这到底是学校还是商场啊？这边还有卖金门高粱跟茶叶，台湾名酒、闽台特产批发。这是百货公司美食街吧？我刚才一直在看电影，想说我到底是不是走错？怎么我到现在还没有入园呢？太大了吧，太夸张了吧？走了10分钟还没有到学校里面。哇，这个好有噱头啊！这个回转火锅这是什么啊？桃香台湾的小火锅。哇，前面看着鱼缸在吃小火锅，怪怪的。我还没有到学校我就已经累了。而且你看，还有健身房真的耶，很酷太扯了吧！这学校真的是什么都有，然后购物的这里也有，然后这边还可以配眼镜。为什么星巴克生意这么好啊？真的是排星巴克吗？还是今天有买1送1？请问今天是有什么活动啊4代杯冰美式，冰美式是买1送1还是？就4代杯免费免费的？你们学生的福利吗？是全文4代杯就可以免费？真的还假的？这一大杯子。你看，所以每个人手上都带一个水壶，也太好了吧？没有，他说是全国的都有，全国。因为我刚刚问说是不是学生才有的，他说没有，全国。但是我猜会不会是全国的大学？学生季。我们入园的时候要提供 QR code 跟台胞证，人工去做检核，检核完之后就可以进去了。你有看过学校有手扶梯的？你自己不觉得很奇怪吗？我们不是去那个迪士尼啊？然后学校怎么会有手扶梯啊？我们不是要自己走阶梯吗？我觉得这间学校应该是赚了蛮多钱，有很多大型品牌还入驻。刚刚看到华为。对，我们搭手扶梯上来环球影城了。有没有办法买快速通关呢？很夸张你知道我一上来我就被这个足球场先吓到，超级大的，你来看一下，一望无际，然后后面是3栋大楼，超大的耶，又不是那么夸张啊。最主要这个大学，它以前是有一位叫做陈嘉庚陈先生所创办的。我们在逛厦门大学的时候，你看它一些建南楼群，或者是有一些主体的建筑，很特别哦。它是中体西用，有一点像是一个穿着西装的绅士，戴着一个斗笠。陈先生认为，你引进西方的文学，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中式的主体。
不要忘初衷，不要忘本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走进厦大，你会觉得绿意盎然，但是我觉得它厉害是在于它的建筑的特色。左手方是上旋场，不是鬼灭的上旋，就是上旋级。上旋的意思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操场的弧形，它是一个像旋的这样一个弓哦，它不是完全的椭圆。对，这个旋的意思是，例如像拉弓，它代表是希望厦门大学的学子能把你的心胸扩展到世界各地 ，Open your mind， 射向全世界。对。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它因为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也像是我欢迎我海归的学子们回来，好好的为中国大陆这边深造。来厦大你不能错过的网红打卡点就是福隆隧道。老婆猜一下，那个隧道以前是拿来干嘛的？我只觉得奇怪，为什么学校里面会有隧道？有点夸张。难道以前是通车去哪个县市的点？这个隧道以前是拿来做防空跟交通，被誉为是 IG 的动态墙。所以我们等会进去看，会看到有很多涂鸦，是以前毕业的厦大学生那边写下一些他对这间学校的感念了。好，所以我们这次去找一幅你最喜欢的涂鸦，跟大家介绍一下，最有名就是这一幅“我爱你，再见”。可是我最喜欢的是这个资源回收。哦，地球环保啊，我觉得资源回收很重要非常有环境意识的概念，非常的好。这个隧道里面还有一间隐藏的咖啡厅，然后里面还有卖一些文创的商品。肚子饿了，来到校园附近啊，我带你去吃一间 CP 值超高的素食吃到饱。从厦大访客中心走过去，大概10分钟而已就到了。一走进去，整个自助区的丰富程度有让我惊艳，从精致的冷盘、现炒的热菜到各种养生汤品、点心、水果，种类啊多到让人有选择障碍。不过调味上倒觉得恰到好处，不会过度的油腻，反而放大了食材本身的鲜甜，每一口都能吃得出来厨房在选料上的用心，连平常不习惯素食的人在这里也能吃得心满意足。此外啊，很多自助餐到了打烊的尾声，基本上就是剩菜剩饭，甚至啊连服务生都开始准备收摊。但上河园很不一样，台面上的菜盘只要空了，厨房就会立刻补上现做的新鲜菜色。这种不怕你吃就怕你没吃饱的态度，真的让人体验感拉满。店内的用餐环境啊宽敞且干净，虽然接近休息的时间，但服务人员依然非常的充足，而且态度温和，手脚利落，整个用餐过程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没有压力。看到有甜点区，最推荐的一道，我跟学友一致认为这道芋头饼真的无敌好吃。来到这边记得拿几块，不会后悔哦。吃饱饭，跟着我们的脚步来到了沙坡尾艺术西街，这边一边是传统的老渔港，另一边转个弯就是充满文青感和艺术气息的街区，新旧融合的刚刚好。我跟雪人一走进这里，脚步就不自觉的慢下来。薛仁一看到那些亮丽又很有设计感的文创小店，眼睛都亮了，开启他的专业雷达，一间间进去挖宝看小物件。而我呢，一如既往的对这边的历史痕迹和特色建筑更感兴趣，一边走一边看着这边的旧厂房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么潮的地方。不管到哪里都可以看得到这3大建筑。这3栋大楼是什么世贸双子塔。有很多民宿咖啡厅在上面，所以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也不妨到世贸双子塔去住。我看它房价其实不贵，大概1到2千块台币左右就可以入住到这个世贸双子塔。63还69吧，有那咖啡厅、下午茶，那高空视野其实还蛮棒的。这视野应该很不错，可以看得到海吧？对，一定看得到海，而且这个是厦门重中的打卡之地，也是观景最棒，又不用吹海风，然后又可以喝咖啡最棒的地方。
我觉得上来也有这种好像来到香港的既视感，因为很多这种小小的楼密密麻麻的，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它看起来很像要打造一个文创的园区。我觉得逛的人少，但是来拍照打卡的人多，会变成说这边的商圈有一些店好像就没有开。对，有点落寞的感觉。对，以前厦门这边就是很多商船最早期的避风港，原本政府啊，他是想要把这边夷为平地，然后盖大楼，但是后来他们转念了，想要把这个老旧码头的设施保留了，再加上一些新的文创的元素融合在这边，所以你会觉得这边有旧跟新的一个交融，旧灵魂装在新身体。老酒装新瓶的感觉，所以你会觉得为什么它有些建筑物看起来旧旧的，但是有一些颜色都特别的显眼，特别的有文艺的气息，它就是要保留这种新跟旧之间的碰撞感觉。那如果说照影像讲的话，我就觉得它算是转型还蛮成功的。如果说你是老旧码头、老旧避风港，你不会特地来，你年轻人也不会来。原本要被夷为平地，但是现在能转成这样子的形态，我觉得已经算很不错了。我发现厦门那边很多台湾的料理哦，对，我有发现到台湾的香肠、鸡排、蚵仔煎，台湾的料理餐厅很多，可能是因为离台湾比较近吧，所以台湾的菜特别的多，还不错啦。就是来这边 City Walk 还蛮轻松的，你看淡水渔人码头，有点像。那这条街很奇妙，明明旁边有骑楼，可是大家几乎都走外面马路。我会看到旁边有环卫、环境卫生保护的人在扫地，所以这边看起来就干干净净的。刚刚都是玩啊、吃啊，但是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就是帮家里的长辈或者是朋友挑选伴手礼，也是行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次的行程中啊，我们特别留了时间来到很有在地特色的送福礼。满满的中式文风和精致的礼盒，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有质感。这里最出名的啊，就是把福建在地的茶文化融入到传统糕点里的茶饼和茶酥。一看到那些包装精美、寓意吉祥的设计，立刻开启了挑选模式。一边研究口味，一边贴心的想说，把这个大红袍茶酥带回去给亲朋好友，一定很刚好。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我们下一站要去吃龙虾乌龙面啊，说错，龙虾炸酱面。因为你在日本哦，龙虾乌龙面，我搞错了，吓我一跳，那龙虾乌龙面。我有老人痴呆，请大家多原谅。品尝一下。我有点好奇，里面是真的有鸭肉吗？看起来像只是一般的肉饼，酥炸的大肉饼的感觉。厦门是不是有很多芋泥的料理？因为刚刚路上也有看到卖芋泥饼，然后还有芋泥鸭，以及今天我们中午吃的那间素食餐厅，这个餐厅有一道菜是芋泥，那芋泥真的很好吃，是会回甘的芋泥油的，有甜有咸，好吃味。像我这种爱吃芋头的人，有很适合来厦门。它是用炸那种肉饼的那种质感，炸出芋头它不一样的升华，有点鸭肉的大啖的肉味，我觉得它有画龙点睛之效。满满的沙茶超浓的，它已经不是稀的汤，是很浓郁的汤它是出了油面。为什么我瞬间有在喝米浆的感觉啊？对，它的沙茶比较偏花生，但是跟台湾的沙茶味道是完全不一样，跟我预想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刚刚喝第一口的时候有点惊讶。我是有点开心，我误以为是那种台湾的牛头牌沙茶酱，然后混在那个汤头里面，就是那个味道，可是不是，天差地别。而且看起来很辣，但实际吃起来是清爽的辣味，但是其实不会很辣。乌糖沙茶面，沙茶酱的味道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个人还是喜欢台湾的沙茶酱。听说这里的沙茶酱每一间的味道都不一样，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只是说目前我吃下来这一间偏清爽，没有特别喜欢。那加上我个人不喜欢油面，很明显的油面味道，所以我觉得我还好。但是刚刚那个芋泥鸭我觉得还不错，芋泥很好吃啊，但是里面鸭肉是有点干，那炸的有点油，放久了之后你会看到它芋泥鸭的外皮的油都有点渗出来了。然后我们刚刚就在想说，因为之前也去过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吃各式的特色料理，那我觉得厦门这边我们刚刚两个讨论出来是
厦门好像没有一个很厉害、很特别的功夫菜让我们很惊艳。目前啦，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厦门。那小玩家们如果有推荐厦门很厉害的美食，可以再跟我们讲，或是哪一间的沙茶面你觉得才是最道地、最正宗、最好吃的，欢迎留言给我们。这次我们把住宿定在景区的一级战区思明区，会选这里主要是看中它无敌的便利性，不管是交通转乘、找美食还是景点接驳都非常的顺，甚至3个步就能走到海边。不过这间住宿最有特色的亮点是它百年民国别墅的风格，这种老建筑独特的岁月韵味，不亲自来住一下感受一下真的太可惜。而且这几天住下来，发现有不少的台湾人也是专程来朝圣的哦。住了几天下来，还是有一些优缺点，必须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前公馆这边睡了一晚，我觉得蛮特别的，原因是因为这种南洋风格的别墅从来没有住过，而且它占地非常大，房价大概是1000出左右，2个人不包含早餐，但是我觉得它的床的房型是有一点点小，备品上也稍微少了一点点，我觉得可住可不住，但是它南洋风格的住宿体验是蛮特别的，我是蛮喜欢这种有别于以往我的住宿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是偏商务或是偏比较 fancy， 但是这间它很特别，是这个前公馆以前曾经饱受战火的摧残，但是还好它没有被战火波及得太严重，后来他返还给他的前世的后代子孙之后，他开始经营这个民宿，但比较可惜的是绿植非常的多，所以相对的蚊虫也比较多。刚好昨天遇到下雨，整个房间稍微潮湿了一下下，就觉得感受上没有这么好。不过它整体的建筑风格，包含它的大厅、前厅以及它的接待所，别具风格。会选这一间主要是因为闹中取经，它在邓海路上面来讲算是一个比较小巷子里面，但是因为它是占地非常大，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蛮安静的，只会听到虫鸣鸟叫声，完全不会有车水马龙或是那种像中山路那种路边特别吵的那种嘈杂声。再加上它离旁边的海滩也很近，走路不到5分钟10分钟就可以到旁边的海滩，加上它又离正海路的地点算还蛮近的。对我们来说，旅行不只是看风景，更是为了遇见这些纯粹的温暖。如果你也想被这一群可爱的小精灵疗愈，这里绝对能让你一整天都拥有满满的好心情。如果你想拍完美照，民宿里面也提供民国的服装可以租借拍照。下午饿了，很贴心的提供花生汤供你享用。这个民宿会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它要穿街走巷到前公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都有很多很密集的小巷子。如果说你导航容易迷路的话，会比较不容易找到这个民宿。第二天在巴士饱餐一顿后，搭车前往植物园与山海步道，步行超过2个小时后，傍晚抵达曾厝垵吃晚餐，最后乘车行经演武大桥，欣赏美丽的世贸双子塔。这条应该是巴士的主要入口吧？对对对，比较热闹，所以你搭计程车在那边下之后就去里面吃喝逛喝，走吧。油条包虾滑，外边是有点酥脆，里面有一点点虾的甜味，就还 OK。那你比较推这个吗？我不要推这个，因为我喜欢这个有口感的海螺，孜然调味，但那个孜然还好不会过重，还不错。它有点像脆肠的口感，咬起来很舒服，好吃。先来吃一个原味的蛋糕，上下烤的，看起来酥酥脆脆的，所以我忍不住买了一个。好吃不？有一点偏干，不过它真的是上下烤的，有点微微酥酥的，还不错。另外一个云南的鲜花饼念念不忘，有昆明的厉害吗？也非常香。你看，虽然它这里不在云南，但是它里面的鲜花饼、玫瑰馅也是给的很满哦。而且我提醒大家，玫瑰饼你一定要买这种现烤的跟现成的，2个口感
是千差地别。想念鲜花饼的可以来这间尝鲜。这是芋头饼，因为它外面有裹一层芝麻，很好吃。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芋头馅非常的满，然后再用芝麻去点缀，让整个芋头饼的香味更香。路中间拍婚纱照，真的实在太 special 了。我猜这2个应该是在巴士结缘的，回顾以前结缘之地。那我们在哪里结缘的？我们在世界的一个角落上结缘的。你看，你完蛋了，你还去柜上爬。老公说，这间阿姐五香也是很有名的名店。店后面啊，有我喜欢的偶像啊，谢霆锋本人。真的耶！所以谢霆锋认证的，我心理上已经有满满的期待感。猪肉味好香哦，猪肉其实是有点嚼劲的，还不错。而且它还可以配旁边的，应该是泰式辣酱吧？但我觉得不用配它旁边的酱，其实单吃其实味道就很够，它里面的调料都卤进去。可是我真的还蛮不喜欢这边的机车喇叭声因为这边太吵了。哇，这边机车喇叭声超级尖锐的。明明那么好的一个街区，一直在那边哔哔哔。还蛮大颗的很像恐龙蛋哦。本地打哦，很烫，因为刚现炸出来的。哦，有芋头，然后它还有豆干，哇，这馅好丰富哦。特别喜欢吃素食高的内馅，不会有油耗味，重点是温度刚刚好，是刚出的感觉。这个鸡掌可以直接买来吃啊，那你可以试试看，因为它有特别的加这个粉，是我们比较没有吃过的方式。五香卷也是他们必点的，很期待。我觉得有点像台湾的鸡卷，但吃看看味道会不会不太一样。哇，里面没有满满的耶，很扎实。素的不会有腥味，所以哇，很清爽，它没有过多的调味，融合在一起是平衡的。哇，这是土笋冻的专卖店。不过它这个很专业的，它还有分品项哦。我发现厦门这边好多海鲜店哦。哇，这是超大只的。厦门吃海产也是算便宜的吗？据说算便宜的，有机会的话来到这边吃海鲜，应该是还蛮不错的选择。这边有骑楼，好幸福哦！如果下雨晒太阳，我都可以在这边走哎。之前去过其他城市的早市啊，它都是在外面露天的，有时候吹风淋雨都在外面走。接下来啊，想要带大家去巴士旁还有一个卖传统古早味零食的店，也是一个买伴手礼不错的选择。哦，还有很多卖蜜饯，然后也有卖那种中式的甜点。小时候会去干妈店买东西的感觉，还有那米得啊，对，小时候超常吃这个的。哇，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卖非常多传统古早味啊，然后当地的大姐啊、大哥都来这边买。刚开始一进店里面啊，大概10分钟，看陆陆续续都有非常多人来买，超级多人的。哇，这边也有闽南风味的玛瑙，对，小时候很喜欢吃玛瑙，然后这边也看得到。然后因为它有一些那种古早味的糖果啊，是真的在台湾看不到的，就在这边才找得到哦。而且还有这种你不想买很多，它也可以买散装的，一个一个的，所以很适合当伴手礼啊！你买回去台湾分给你的亲朋好友。八珍糕，这也是第一次看到。哦，还有这种一袋的，但我觉得这应该是买去拜拜用的吧。这些也是我们拿去拜拜会很常买的一些贡品。地瓜饼是什么？这好特别，我从来没看过，真的很复古哎。看这个啊，也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的，我在干妈店会买到的那种。但没想到这边有各式各样的蜜饯让你选。距离巴士不远啊，还有一个来厦门必带的伴手礼就是思北特香包。我们夫妻俩啊一致认为这个面包真的是无敌的好吃。来到厦门，这个绝对不能错过。不会硬哦，是好吃是香的，难怪叫思北特香包。你可以看到中间我们刚撕开的时候，
很像还蛮高级的那种吐司，不是那种松松空洞的吐司，是非常的扎实，真的是越嚼越香，是好吃高级的吐司面包啊。我们早上来买的时候只剩下甜的口味，但还有咸的，也有可能是早上卖完了。他说你要买咸的话，就要下午再过来买，很适合早上你买回去吃早餐，然后配一杯牛奶，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早餐了。好。来厦门啊，除了南普陀跟厦大之外，还有一个必来的景点就是厦门园林植物园。那为什么会先来西门的入口呢？最主要这边的多肉区跟热带雨林区是这个园区的重中之重，带大家去领略这个植物园的奥秘。刚刚从中古山隧道进来的时候，我发现到那个市容啊，有点慢慢改变了，因为多了好多绿植了。因为这也是我初次来到厦门，对厦门第一的印象就是绿植好多，心情好舒服。那我们事不宜迟，那我们就走喽。透过微信的小程序这边扫码购票，快速入园。出示 QR code 扫码入园。来收2位。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排警交车的队伍，哇，那人龙真的非常长。如果说你今天腿力比较不好的话，要到各个景点的话，它里面也有提供警交车的服务。不过啊，有时候你为了等那个上下车要排这么久，我觉得这要因人而异去评估要不要这么做。发现大部分一上来的人都会来这边排队等车。那像我们腿力比较好的，就在那边当运动。其实也不是腿力比较好啊，就是我们这几天吃太多了，要多动一下，不然会肥死。我们原本打算用走的上山，但没想到园区真的太大了，所以啊，旅客来这边建议你直接搭他们的园区接驳车就好，省时也省力。第一站先带大家去雨林世界，它在几个时段有喷雾的效果，整个雨林区都会变得如梦似幻。这也算是一个附生现象。我们有说了，附生算什么？附生就是什么呢？附着在怎么样？对它的根上。雨林区啊，种满了大量的热带跟亚热带的植物。这里啊，每天都会定时开启水雾系统，在阳光照射下，营造出烟雾缭绕，宛如仙境般的梦幻氛围，是极受欢迎的摄影打卡的热点。区内啊，还巧妙结合了奇怪的岩石和潺潺流水，让游客能沉浸式的体验热带雨林的幽静与生机。有，来吧，过去吧。娱乐要去当仙人修仙，昨天上去的这一区啊，全部都是起雾，所以拍起来，真的还蛮有仙气的哦。你这个是幻术，对不对？入境随俗，有点像。景色真的很棒，因为刚刚你从热带雨林瞬间切换到很像沙漠地区的多肉植物区。多肉植物区啊，拥有高耸的巨型仙人掌与奇特的沙生植物，仿佛让人一秒置身于充满异国风情的沙漠秘境。园区啊，涵盖了壮观的户外展区与精美的透明玻璃温室，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数千种小巧精致的多肉品种。这种独特的荒景景观，在阳光下光影交错，极具视觉张力，是捕捉奇异自然美景的绝佳取景地。仙人掌这真的长得好大只哦，非常壮观，很多是我没有看过的画面。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是，明明有些地方是写不能踩踏，可是很多人还是为了要拍照，他就是踩进去，对不对？对。然后我还在旁边说，这边不能踩踏，可是他完全没有鸟我的意思哦，我就觉得很可惜了。这么棒、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是很替这些植物惋惜啦。它的环境的细节没有垃圾，包含它的卫生间其实都打扫得很干净，但是可惜的游客的自主性去维护这个植物的感觉好像少了一点点。刚刚在那个热带雨林区的时候，我有点瞬间想，我是不是在阿里山吸很多的芬多精？我觉得这是很棒。你觉得它像什么？蟑螂脚？不是，螃蟹精。哦，你有没有看过螃蟹啊？中间不就有2个眼睛从上面出来？是想吃海鲜的啊。
迪化街玛瑙。你有想到吃的，还蛮像的哦。这个啊，小南瓜可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小屁孩，小时候会绑很多那个辫子嘛。哦你不觉得它的仙人掌旁边绑了很多小啾啾？我以为这个会叫猫咪的尾巴，原来是九尾狐。有时候我们打电动的时候会有这种花系的怪物，有没有？下面会有草裙舞在那边摇，然后上面它有包子，吐那种很远的远程攻击，人家闪，然后那闪。地狱乐跟最后生还者的合体版。我们刚刚讨论大自然的造物真的太神奇了，我远远看就这只好像乌龟，所以它取名的叫做是龟纹木棉，好大一颗乌龟壳哦。不要看到整个小吃好不好？这名字也取得很特别。你知道这个名字叫做什么吗？阿修罗城。你也看到了。这会不会是跟那个佛教？对，寓意有关，因为它很多次你要先通过这一关修炼就对。对，你要全身要背上这阿修罗城，非洲霸王树，非洲小霸王，但其实还蛮迷你的啊，一点也不像小霸王。不过有可能是非洲本来就没有什么树了，所以它能在那边长到那么高，已经算是他们非洲的小霸王。刚才看到这个亚龙木的时候，会觉得很像龙的铠甲、龙的鳞片，跟它的名称真的是相辅相合。很像热带雨林的小叶子，但是它又有多肉植物的针跟刺。在打魔物猎人的时候，先把它尾巴砍断。目前逛下来，这边真的出乎我心中预料来讲，非常的大。不建议步行，会建议你就直接买10块钱人民币的游园车，省去那中间步行的一个距离，因为它点跟点之间的距离其实非常的大，它已经像是整座山区这么大的景了。如果说你是旅客，时间有限的话 ，C 区的景点就够你走了，不一定要跑到东区这边，因为西区的园区是最密集的。最主要的雨林区跟多肉植物区其实都是集中在 C 区这边，觉得它没有过多的人造建筑物或是人造的景观去破坏掉整个植物园给我的感觉，非常推荐大家来。推荐大家购买全景区的接驳车，那它有一个规定是每一个站点你只能搭乘一次，所以大家要留意。结束植物园的行程之后，我们叫车到厦门山海健康步道6号入口。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去看万池沧海这个景啊。为什么会特别介绍？是我跟薛仁一致认为这边的山景海景搭配的天衣无缝，而且这个步道非常的好走。接近日落黄昏的时候，也会经过潘奎达去看一下黄昏，真的超美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片宛如地形彩绘地毯的美海花海，瞬间震撼了我的视觉，真的完全没料到这里竟然藏着一幅这么壮观的立体油画。我问你觉得这条值得来吗？觉得非常的值得。首先它的登山步道建得非常的好都是有这种木地板，然后旁边还有把手钢架，哇，不得不说这个登山步道很有预算，真的，而且它蛮长的耶，我们走了大概半小时，到现在还是那种很干净的步道哦。我会比较建议大家5点之后再来，接近黄昏的时候，它那个日落的景色更美。今天是假日来啊，就是发现到人还是有点多，但是因为它这边步道很宽敞，视野真的非常好，是我觉得目前来到厦门最值得看景的一个点。鼓浪屿虽然景很漂亮没错，但是它这个又更纯粹一点，它少了一些商业气息，比如说有一些店住宅在那边会破坏整个景观，没有，它就是很美。这边是我目前这几天来厦门最喜欢的一个点。非常的接近大自然，我觉得跟园林植物园有异曲同工之妙。这2个都是很推荐喜欢大自然的人来这边散心。然后因为这边的景色很特别，让我有点想到基隆的九份金瓜石，因为你可以从2座山的角度看到对面的海，这景色真的很特别。然后这边刚好有一个水库坐落在山里面，所以景色也是非常的棒。是猫咪的脚印吗？好，你破坏的哦。下山走过来都是这种
步道，对膝盖非常的友善。哇，这个景真的是可以免费看的吗？太夸张了吧！如果是我，应该会收个门票让他走。从刚才入口到现在走了快2个小时，但我觉得整个路程是值得的。大家看一下海景，无敌海景真的超美的。我们去前面看一下海岸线。有个白牌。哇，好漂亮哦！这天空，这个云，而且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有云，但是那云呈现了一个有线条的图案。这么美的地方，你在那边给我伸展？老人家在运动，走了哇，走快3个小时，脚开始有点酸了。快走到终点的时候，这边又有一段可以看海的景色。哇，这边好多屋顶的咖啡厅哦。因为刚刚接近快晚上的时候啊，我一直在跟云流说，我看旁边好像没有路灯，晚上会不会太暗？我害怕黑。所以不是旁边这样一根一根的路灯，是在这里的路灯。这样反而不会破坏大自然景观呢。没错。最后啊，我们叫计程车在回饭店的路上经过演武大桥，你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世贸双子塔。结束一天的旅程，留下一个完美的 ending。第3天一早，我们出发探索美丽的鼓浪屿。晚上搭船回到厦门渡人广场后，因为距离中山路非常近，我们就顺道过去那边享用晚餐。来到厦门啊，有一个5A 级景区是你绝对不能错过，就是鼓浪屿。我们要先到东渡客运码头这边去搭船。那提醒大家哦，一定要先在线上去购票。因为这个船票真的超级夯的，就请扫码这个 QR code。登船前啊，如果大家时间够，可以到3楼的观海露台这边去看景哦。前面大家看一看哦，一览无遗的海景，好漂亮哦。看完风景，我们过安检，准备登船，但没想到我发生了一个小失误，出示手机要入闸门，但没想到被拒绝了，差点登不上船班。好紧张哦！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刚是我台胞证件正好有一码不小心输错，然后他叫我去人工闸票口赶快取票，但还好那服务人也蛮细心的，赶快帮我取了之后，列印一个小白单，吓我一跳。我们先去搭船。是有人数控管的，因为他要平均分配人的数量。2楼的人满了之后啊，他就会把这个楼梯给关起来，一般的游客就没有办法再上来2楼了，因为要平均分摊人的重量。这20分钟的船程蛮有趣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船上的推销人员超级会讲的，导致观光车就没有办法在小路取穿行。如果大家漫无目的的，其实他刚开始是先告诉大家来鼓浪屿要怎么逛、怎么玩，然后后面他开始推销这边的原创商品。文创商品说实在设计的蛮可爱的，销售人员讲话也很厉害，不会让你觉得他好像是在强迫推销啊什么的。他告诉你一些你为什么要在这边买啊？这边是什么小红书的爆款啊？你下去之后这边买就没有啦。那为什么我们这边买会比较便宜呢？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店面的那个价差。还是让我学到一些商业的思维。他是下船了。何总的你是到码头了，到家的。那帽子可以先戴一点。没有可以先还要走一天路嘛，非常晒啊。出了铁门看不到也买不到，赶快买继续买。这个很好笑，关门放狗。最后一刻也不放过你啊！对。这边是超热门的景点，非常多的旅游团都在这里。没想到刚走一走，看到一个传统小吃叫做光饼，这个是抗伪名将，就是戚继光。当时啊，因为要让士兵他可以有饱足感，上战场快速的应战、快速的打仗，所以他把饼弄成是一个像薄片的形式。我印象中好像是把它挂在脖子上吧，边行军边吃，有一点点硬，但是那个面皮
蛮香的，普普通通。光饼就像你说的是。以前打战的时候要用，所以它就烤得比较硬，比较方便携带。那这就跟日本它为什么有饭团是一样的道理。他们在行军的时候，也要可以快速可以补充体力，所以会弄成像饭团。所以这就是中国版行军的时候吃的粮食。来鼓浪屿玩最怕的就是走到铁腿，因为岛上全面进行汽机车，全程只能靠双腿，对体力是一大考验。为了不走冤枉路，我特地实测了这条绝对不回头的专属路线。带你一天高效解锁所有精华景点，最后还能轻松顺路回到三鸠田码头。关于门票，官方有推出各种套票组合，大家记得量力而为，依照自己的体力来挑选就好了。另外，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通关技巧，入园是采扫码加上人脸辨识。如果你们是多人同行，特别是有带长辈一起的话，千万不要各扫各的，只要交给买票的那个人，站在闸口负责切换 QR code， 一张一张的刷。其他人就可以两手空空，轻轻松松的走进去。这边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乐器表演，它的音域最广，体积最大，而且你听到应该会很震撼。有吗？很沉的共鸣，但是这个音乐也很适合弹一些很惊悚、很恐怖的。会谈到你内心深处。对，我觉得还蛮震撼的。我是第一次进来这里听管风琴，利用建筑本身的空间制造出共鸣。我没有想到有一个环节让我非常的紧张，这几周的好运用在今天，它有3选1。第一个是星际效应的主题曲，第二个是五月天的歌，那第3个是鼓浪屿的歌。我没有想到来到现场可以听到管风琴亲自的演奏这个星际效应的主题曲，觉得好感动，此生无憾。我在听这个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想到进行巨人的画面。进巨人它有很多背景的音乐都是那种管风琴带出来那种，对，很气势磅礴的音乐，我就一直想到进击巨人的画面。那个管风琴上面的装置也非常的精致。你看，比如说这个英国的，很朴素典雅，这太夸张了吧？这好漂亮哦，这搞得我真的很想去德国现场看。我也是。法国的吗？也很漂亮啊，斯特拉斯堡。鼓浪屿它被誉为钢琴之岛，全岛的人都会弹钢琴。这个更接近答案。以前鼓浪屿这边是公共的通港使馆吧，都盖在鼓浪屿这边，因此很多贵族或者是世界各国的人，包含他的子女在这边落地生根。那当时他们在鼓浪屿这边交流，喜欢用钢琴作为社交，落地生根生活之后，开始就会有宗教注落，就会有所谓的教堂的音乐，不到几步你就可以听到钢琴声。那加上因为人文文化的关系，加上因为宗教的关系，让这座岛屿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建筑风格之外，也有音乐之岛之称。龙头路小吃来鼓浪屿要吃小食要喝饮料的话，大部分会来这条街去买，还蛮热闹的。那林氏沙茶面这件生意蛮好的。对啊，你看现在才早上10点了，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里面吃面跟吃饭了。那等一下我们就往里面走。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物价，其实跟中山路价格是差不多的。从船下来之后那边咖啡价格有点高，我们还想说，刚刚路上有路人拿着蜜雪冰城在哪里？原来在这里，就在前面，四处都可以看到蜜雪冰城。蜜雪冰城有咖啡吗？你要喝咖啡吗？但它的咖啡很难喝，我完蛋了，会被人家揍。那咖啡呢，就是没办法入口的。好吧，那算了。岛上 CP 值最高的选择又是蜜雪冰城。可是来鼓浪屿有什么必吃的特色小吃吗？大部分也是一样，是福建这边，比如手工鱼丸、沙茶面，然后芋泥这些台历煎。大部分还是一样，它没有发展出它这个岛内应有的特产我知道有特产是什么，就是鼓浪屿的猫，刚才一只，躲在上面，好可爱这只好可爱哦。这间仅此一家龙头鱼丸店，厦门10大名小吃我每次看到只要有人在那边现做现包，我就觉得那个好像是特别新鲜的，所以你看大家很多人就围在那边。
就是叫做有讲究，现包现做现吃是最好的。在中山路很多一些连锁的店，其实在鼓浪屿上面也有。你看，你后面有连锁的邻里柠檬茶，然后凤梨酥，苏小糖吗？对，苏小糖，然后正百顺的姜母鸭里面也有。我每次都会特别去看他们那个 slogan 跟标。菜上桌了还是可以退换，点多了还可以退换，不好吃也可以退换。第一天啊，我们去吃了在地人吃的姜母鸭，叫做阿呆姜母鸭。发现到分量跟这个比起来，这间真的还蛮好吃，因为它的肉质更紧实，然后分量更多，而且它的白饭竟然是吃到饱，它白饭超好吃的，配上那个姜母鸭真的是一绝啊！然后我们还有点一个芋泥鸭，但是吃下来，我觉得芋泥鸭的差异没有到非常的大，不过这间正百顺的芋泥鸭里面的肉比较多一点。大家如果来鼓浪屿这边旅游的话，这间是连锁店，它的价格上更明码、更有体系，所以卫生上或是它的食物的食材品质上不用太担心，这间可以考虑看看。超下饭的那个姜母鸭。皓月园内的郑成功雕像是由625块花岗岩石所打造的石雕，在雕像底下更是饱览无敌海景与厦门市区的最佳拍摄点。我们现在在皓月园，老婆，你有没有觉得皓月园这边离前面的道路或是主建筑都非常的近？看起来好像很近，那为什么不盖一座桥，就可以这样走过去，或是往返，其实比较便利。不然以中国大陆这边基建的速度来讲，可能明天就盖好了。对啊，为什么不盖桥啊？因为破坏整个景观啊，包含那个海岸线啊，然后看过去的景全部会被破坏掉。他说他保护这边原始的样貌。来皓月园啊，外围这一圈你要拍到比较干净的世贸双子塔，这边是绝佳的拍摄点。这边呢是全中国大陆最大的人物雕像，它可以抗12级的台风以及8级的地震，非常的厉害。而且还可以防雷。大家仔细看一下，郑成功的头顶上有一根避雷针。因为鼓浪屿这边只要遇到台风，一定首当其冲，所以它这个一定要做到坚硬无摧，很厉害哎，屹立不摇这么久。就是来旅游的时候啊，你可以翻到这边都是自然的景观，尽量不要往下面去踩。明明就告诉你说，危险，大家都就为了拍照，不顾安全，我觉得真的是很奇葩。还是当一个文明的游客，真的。但我想要让学员先品尝这个夜市麻糬，好吃吗？它里面有很多花生跟西芒，给的很足哎。其实我就不用特别买，因为它让我想到我们台湾也很常有这种类似的麻糬，可以想象得到的味道。不过它的麻糬皮真的是还蛮柔软的，不会有异物感的感觉。这个口味是花生加芝麻混合在一起，糖度不高，所以你怕很甜的老人家，我觉得也很适合吃。加上不会那么的硬，所以老人家吃这款我觉得是很 OK 的。这边梳妆花园啊，是台湾首富02家，台湾人一定会有非常有共感，因为如果你去过板桥林氏花园的话，你会有觉得这个建筑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花园啊，根本是100年前的炫富最高境界。台湾首富林尔家因为太想念板桥老家，干脆在鼓浪屿重金复刻了一座海景升级版的无敌豪宅。这个景点啊，最厉害的就是12洞天，是一座由12生肖把守的超逼真石头迷宫。据说连方向感极佳的人进去都会瞬间失去人生的方向，堪称100年前的实境密室脱逃。这是小老鼠找不到路出去，一直困在这边的感觉。是鬼打墙吧？哇，
我没想到这个树，它是不是一棵大树倒下来，压倒了2棵小树，它撑在那边？你摸一下，这看起来这应该是假的吧？哇，这真的很特别。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但我觉得它应该是从其他地方砍了其他的树来支撑它吧。把它接起来了。对啊，哦，因为很明显。烧仙草是很大块的这种，仙草味道还蛮浓的。是不是有点像关西仙草的感觉？木达子有点像芋圆的。哦，比较像脆圆。发现我来厦门市中心的甜点，包含前面的夜市麻糬跟八婆婆烧仙草，甜度都不高，所以整杯吃起来是还蛮清爽的。这间的花生超好吃的，这花生有画龙点睛，我好想跟他说，花生可以帮我加大加多一点吗？仙草吃到后面会有草药熬出来那种草本感，它是我会回甘的。对，有一些仙草自然 Q， 可是吃起来是完全没味道。排队的大概就是这间八婆婆烧仙草，然后前面的夜市麻糬，还有一间沈家的闽南肠粉，也是比较有蛮多人在排队的这几间店。日光园简直就是整座鼓浪屿的 VIP 顶级露天观景台。旅游界甚至有一句名言：没上日光岩等于白来鼓浪屿。虽然登顶需要稍微爬点楼梯，流点汗，但爬上去后会觉得超值得的。站上最高处，就像自带空拍机一样，拥有360度零死角的无敌全景，不仅能把整座岛上充满异国风情的红砖别墅尽收眼底，还能无缝接轨欣赏一望无际的蔚蓝海景与对岸厦门的繁华天际线。顶着红色圆顶的八卦楼，不仅是鼓浪屿的经典地标，里面更是一座充满古典氛围的风情博物馆。这里收藏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古董风琴，特别是镇馆之宝的巨型管风琴，实际看到真的非常的壮观。大家参观时记得留意主楼管风琴的现场演出时间，亲耳听一听那种立体的音乐震撼，才算不虚此行。世界一流、全国唯一的风琴博物馆。我们看这一家琴呢，我们叫做折叠相式的小风琴。这琴呢，我们叫做桌面的风琴。它的外形布是一个梳妆台，在琴的上方呢，我们雕刻了这种梅兰还有竹叶，它具有明显的东方风格。在馆内有一些文创商品，其中簪花是中国传统的习俗，指的是将鲜花与绢花插在头发上作为装饰。在古代，簪花不仅是女性的专利，男性在庆典、节日或是受皇帝赏识时也会簪花，象征吉祥、富贵与身份地位。沿着所规划的不回头的私房路线，接近日落时分，刚好抵达最美转角。夕阳的光影绝对是天然的滤镜。行程的最后会来到故宫文物馆，这个我们留到会员影片再跟大家细说。先讲优点好了，鼓浪屿它的景点很集中，所以你可以在1天之内逛非常多有特色的景点，腹地也算还蛮大的。老人家来，我觉得走一整天会有点辛苦，那建议搭配接驳车，或者是你想逛的更惬意一点，那你就不如在鼓浪屿这边住一晚。它有不同的场景，例如你可以在日光岩看风景，然后你可以在管风琴艺术中心这边听管风琴，甚至说你可以来到故宫分馆这边看文物，再惬意一点，可以 City Walk 这边慢慢走。还有不错的古宅咖啡厅以及小吃一条街。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因为这里没有什么遮蔽物，所以其实会还蛮晒的，建议大家防晒要做足。一整天走1万2万步是基本，请大家有点心理准备再过来。
另外这边的物价其实跟中山路那边的物价，巴士那边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如果你真的要吃品质好一点、服务稳定、价格也不会太夸张，我觉得你直接找连锁店。另外我看也是有蛮多旅客会带食物来岛上这边吃，因为可能大家知道这边物价稍微高了一些，因为像这边的水在贩卖机大概人民币4块还5块。虽然岛上没有一般的汽车进来，但是因为观光客也算是还蛮多的，所以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悠闲安静。岛上的绿植覆盖率很足够，而且不会说我为了要抢观光财，我直接把那个海滩直接全部打掉，变成是一个度假村，而是它保留了当地的原始的风貌，加了一点点商业的元素在里面，是我还能接受的。从三秋田码头到厦门轮渡码头，这边只要5分钟的距离。返程的船是回来靠近中山路这边，所以非常的方便。你晚上就可以逛中山路去吃美食。这次来到厦门，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是这条拥有100年历史的中山路。走进这里，第一眼一定会被两侧浓厚的南洋骑楼建筑给吸引。中山路沿线为骑楼风格的建筑，骑楼的特色是上楼下廊，上面是住家，下面是店铺。走在骑楼下，既遮阳又防雨。骑楼是厦门侨文化的代表，它多元共存，中西合并，连廊连柱，立面统一，连续完整，冲破了居家单门单户的束缚。最迷人的是，这条街就像自带了不同的电影滤镜。白天，阳光洒在白色建筑上，充满海滨城市的活力。当夜幕低垂，整条街点起金黄色的灯火，瞬间变成一条充满立体感的时光隧道。甚至下雨天来，维斯的石板路倒映着两侧的霓虹光晕，反而多了一种浪漫的氛围。不管是哪一种天气，中山路都有它值得一看的特色。这里的热闹氛围更是没话说。整条步行街宽敞平缓，走起来非常舒服。就算是带着长辈一起来散步，也能很轻松。街道两侧挤满了各式各样的美食与伴手礼店，而且店家给试吃完全不手软。这个很特别，是无糖大米的，很像香草的奶香味，真的吃得到米粒耶，好特别哦，蛮好吃的。一边感受人群的活力，一边用舌尖体验在地的味道，非常的过瘾。旅行几天下来，我也必须说，因为这里是厦门的一级战区，物价确实落在中高等级，但换个角度想，能在这么有历史感、规划完善且氛围极佳的街道上，享受一顿视觉与味觉的飨宴，这样的体验依然是非常的值得。说了那么多，肚子饿了，走，我们来去吃手工鱼丸跟沙茶面，还有一个只有在厦门才有的独特名产哦。我现在来到黄玉兰鱼丸店，这真是中山路非常有名的一个专门做手工鱼丸店。我们先看后面墙壁，方文山来这边吃过，旁边还有其他艺人，我来看一下。哇，这是周杰伦的忠实粉丝哎。这家店原本是在上个世纪在南洋马来街街头卖鱼丸，后来因为卖了10几年，街邻都非常喜欢这间鱼丸的味道，之后才开了这间店。在还没有进入正餐之前，我想让薛仁先吃一下土孙冻，跟观众分享这个绝美只有在厦门才有的美食。好，你先看它外形，你觉得像什么？好像什么海鲜，然后放到果冻里面。果然是一个干跳的音啊！这个透的程度很像在看水族馆观察什么海生物的一些化石。活化石果冻我自己也没吃过，所以我现在就在看薛仁表情，他是美味还是难以言喻，就看薛仁。其实还蛮好吃的，蛮清爽，因为真的还假的？就是果冻的口感，然后里面一点点脆脆的，然后因为它是酱，是有点酸酸的，蛮下饭的那种酸酸微酸的酱，然后配这个果冻，我觉得吃起来蛮清爽的，很适合夏天吃，没有那种海鲜的腥味，所以大家放心。公布答案，它是蠕虫类，就是在海边会这样然后它是长条像海肠子。云牛真的是很过分。
他明知道我这个人最讨厌虫，最害怕虫。我认真讲，我刚才吃觉得蛮好吃的，这是厦门的特产，这个处理不简单哦。老实说，你要吃到这个，你要觉得有口。大家如果有带那个家人来吃土孙冻的话，你就骗它里面是腐皮、豆皮，一点都不像好了。他们最厉害的鱼丸，有请学人捐吃，这个是正常的啦，这个没有任何的怪兽或是有虫在里面。你先试看看，这会不会喷汁啊？哦，非常的鲜甜美味，它那个鱼肉跟它那个馅料比例，我觉得拿捏得很好啊。台湾吃鱼丸味道比较重的，好像是里面的内馅，但它外面的鱼浆其实味道就很鲜甜了。有2个字的感悟就是平衡。以前我们吃鱼丸是它外面那个鱼浆是没味道，然后内馅是有味道，所以你要咬到很深层才有那味道迸发出来。一咬它外皮，其实那味道就已经先第1层的味道先出来，那咬到内馅啊，第2层的味道再并发，我觉得这个好吃。市面上的鱼丸鱼肉的含量大概是20%到30%左右，但是这一间足足多了3倍，75%到90%左右，所以它里面的鱼肉的含量是非常的高的。最后一个沙茶面，据说沙茶面在厦门每一间都有不同的味道，所以我们这次来吃吃看黄玉兰的沙茶面如何。味道是偏辣，配泡面是对的，因为西汤是泡面的面条会变成 Q Q 的口感。泡面好新鲜，很好吃哎。然后这个沙茶面是你喜欢的吗？我觉得是，不要再放油面了，拜托。老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酷？因为我远远看，真的很像什么股票涨跌，结果下来它是喝啤酒的。你知道每天炒股人看到这个，其他伴手礼都不看，就专门会看这个。哎，看一下那个台积电现在这样涨多少钱了？看一下。哦，上面也要点击购买，你可以点一下看看吗？什么东西？要点击。有点击哦，然后刷支付码。哦，500cc 人民币29.64。在住宿的附近呢，有一间黄泽和花生汤，它是创始于1945年，是荣获中华老字号认定的厦门代表性传统甜点名店。其招牌的花生汤以真材实料、绵密滑顺、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著称，是游客造访厦门中山路必尝的古早味美食。它是在旁边像是柜台的方式点餐，很接地气的。像早上在吃早点的时候，你看你要跟那阿姨说你要吃哪一个，比如说你要豆蓉枣或是花生枣。它这很绵密，汤是清甜，不会到死甜的。在这边很特别，有一些很港式小点，然后也有咸食，所以想来这边吃甜食、咸食都可以。因为它摆一排，就很想要每个都拿一点。我觉得这是这种排站的看自助餐的那种吸引力，视觉上的响应。好大颗的芝麻球，那个蛮好吃的，蛮 Q 的，外皮有点像双胞胎。韭菜鹅很特别，是像这种形状的，还蛮好吃的，但是可惜有点凉掉。我原本以为这个黄振和就只是单纯卖花生汤这东西，但是没想到他还加了一些甜食。每一次来都故意点不一样的组合，配那花生汤，吃上去这样拉上去，味一定超爽。好，我们又来黄泽和这边吃午餐了。有一个东西一直没吃上，就是海蛎煎。你知道为什么它叫海蛎煎吗？以前我们在台湾是不是都在拜土地公？土地公生性仁慈善良，但是土地婆她本身是比较刻薄刁钻的。居民知道土地婆不喜欢吃海蛎，所以他就把海蛎煎成海蛎煎，供奉给土地婆。那我就故意祭拜给你不好吃的东西，所以才会有海蛎煎的由来。那我发觉每个地方这种蚵仔煎的做法很不一样，像我们台湾的蚵仔煎是片状的粘在一起，但是这里的海蛎煎感觉很像蚵仔炒蛋。还好我没有不喜欢海蛎煎哦，所以我代表我不是土地婆转世。刚好去厦门这几天啊，都非常的热，刚好来喝一点冰凉的。姐姐点最好是哪一个啊？波波青稞是我们的招牌。好，那就波波青稞。我有交代说，冰镇的没有喝到，我不能离开厦门。波波青稞的口感很特别，有点像鱼卵的口感，一咬会砰，然后破掉，但是里面好像是包薏仁，很特别的口感。它的花生你觉得 OK 吗？
跟热的一样绵密好喝。硬的煮法还是软的煮法？同样都是软的煮法，那只有八婆烧仙草，因为烧仙草的花生都是配硬的，那有另外一种独特的香味。那黄泽和是这种软的花生煮的绵密的花生，但是料说真的，我觉得没有八婆烧仙草的料那么多。如果刚好遇到下雨天或者是酷暑，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瑞幸咖啡旗舰店走走哦。对瑞幸咖啡的印象多半停留在空间很小，9.9块人民币拿了就走的快取吧台。今天啊，在厦门中山路，我要带你们看的是彻底打破这个框架的第1万家旗舰店。一走进这栋超过600平米的双层骑楼建筑，你不会看到熟悉的蓝白配色，取而代之的是非常沉稳的复古工业风。座位区啊超级宽敞，楼梯间啊甚至还摆了一台3角钢琴。从一个前银行员的角度来看啊，瑞幸这家企业的发展史非常的不可思议。他们曾经遭遇了毁灭性的财务危机，在资本市场直接跌落神坛，被退市。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这艘船要沉了，但他们硬是扛了下来，把总部扎根在厦门，靠着重新调整商业策略以及产品线，一步步逆势翻盘。直到2023年才在这边开出了第1万家店。来厦门中山路，别只顾着吃小吃，走进这家万字号旗舰店坐坐。你喝的不只是一杯咖啡，也是见证一个跌入谷底再爬入巅峰的真实故事。苦瓜美式，耶，怎么有这种奇怪的新品啊？好奇问，美式比较苦还是苦瓜比较苦？竟然有第3种味道，苦瓜加一些蔬果打进去，它有点点甜，再加上美式的苦。第3种味道是苦瓜的甘味。层次蛮丰富，他把美式又再做一个提升了。每次来中国大陆旅游的时候，瑞幸都会有新的品项。我们要抢去4楼，从上面拍下来整个中山路的夜景。现在这里老虎城上4楼，要去看夜景，还是扫脸的6楼。这边有个天台打卡点，想拍完美照可以来这里啊。我们2位不是完美就算了，你那个是被小红书业配到？对，我觉得是因为他让我误以为可以免费上来这边拍，结果没想到付点钱。但因为今天下大雨啦，就是拍起来可能不太好看。那如果观众有来中山步行街晃晃，想要拍夜景的话，这个我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可是说真的，我觉得像小红书真的越来越多业配的文章。但是也是各取所需啦，就是刚好我也想要拍夜景的话，只是因为刚好今天遇到下雨，难怪也没有什么人。如果都是免费景点的话，应该会超多人。对，会爆满。所以你可以讲一个好处如果说今天有点收费控制人潮的话，或许那个拍照的品质跟效率来讲还反而比较好。其实也说的也是，有一个在地人的连锁超市叫做集镇，如果你要买一些比较便宜的伴手礼，这间是他们在地人推荐的。我来进去看看，看里面的物价怎么样。它是不是美联社？接近是厦门的美联社。对，我记得看中山路思明区这边大概都有3、4间，所以如果你今天在中山路这边闲晃，它有一些比较闽南式的传统在地的特产，像这个铁观音啊，也非常多人带回去台湾的。这一盒是多少钱？这一盒是14块人民币，将近不到100块台币，超便宜的。为什么会选这间海滨大酒店？最主要是它离厦门渡轮码头非常的近，它的地利之便真的非常好，它也离巴士中山路或者是地铁镇海路的地铁都非常近。下面也有10分便利商店，旁边还有瑞幸甚至连银行都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也可以在旁边去散步，因为它离旁边的海岸线也非常的近。整体房间风格明快简洁，格局方正且具备高性价比。我这次入住啊，也没遇到烟味或者是发霉味。不过需要留意的是，该酒店偏向精品快捷房型，内部啊并未附设游泳池、健身房或是专属餐厅。主要的优势啊，在于其交通枢纽的便利性跟景观。这海啊，就是与鼓浪屿相望，部分的海景房啊，能直接从窗户欣赏到海景与对岸鼓浪屿的风光。此外啊，你也可以从饭店到厦门大学、湖里山炮台或者是环岛路等等，只要搭29路公车就可以到了。
大家去厦门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中山路、鼓浪屿，大家会发现到很多闽南式的古早味的伴手礼。今天我们就收集了一些不是最热门，但是一定会勾起大家回忆的伴手礼。没想到拍这个影片让我想起小时候某几个片段，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去寻找老味道。有的时候特地回家乡，可能吃个卤肉饭，吃个牛肉面，有时候它味道可能变了，没那么好吃，但是他会想起那时候他奋斗打拼，或者是努力求学、工作、朝九晚五的生活。那这次的伴手礼一共分为3个大类，第一个是传说中的老字号经典，第二个是闽南式的古早味糕点，第3个是高颜值的新式茶点。说到老字号，有2个是我们私心推荐必买的伴手礼：南普陀寺的树饼、益兰中堂饼店的芝麻饼以及绿豆饼。但是因为它是遵循传统工法，以及它没有加防腐剂，所以它的效期非常的短。我们在当下就试吃开箱了，所以我们就回到厦门试吃给大家看。我觉得它的价格算便宜，芝麻馅给超多，而是甜而不腻，绵密感不是脆感。但芝麻馅不是甜的，这个还蛮好吃的，皮包馅多，皮也很好吃。你这个吃起来是松松散散，用入口即化来形容。我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茶点嘞。它的绿豆馅很绵密，细到那个像海滩的沙了。没有，它已经是泥了，很浓的泥，你看，它已经变成固体了，这样尖尖的。芝麻的跟绿豆都好吃的，这是在地人才会去买的哦。这种传统糕饼店，它没有任何的成分说明。我在买这个当下，其实我突然间心里一颤，讲说，假如我今天是店员，不小心放错了某一个东西，我是不是就错塞了？这种传统的糕饼店，我会建议大家冒这个险带回到台湾来，你就直接在现场把它吃掉就好。第2间是藏在知名景点南普陀寺的必买树饼。现场试吃后，我们一致通过，它吃起来用料极度扎实，而且完全不甜腻。最厉害的是，在这么热门的景点里，它的价格真的是佛心来着，高 CP 值绝对不踩雷。第3间要推荐给所有的面包控，位在巴士附近的施北特香包，它大得像一颗枕头一样。千万别看它外表朴素，一口咬下，满嘴的面香跟 Q 弹扎实的口感，绝对不马虎。这真的是那种你回到台湾之后，一定还会念念不忘的经典好味道。回到台湾啦，那接下来我们开箱其他的伴手礼。闽南是中国茶都，武夷的岩茶、安溪的铁观音以及福州的茉莉花茶，都是闽南地区3大名茶。它的包装有非常多的颜色，我买的是 AT200， 大家可以看到 AT 跟 XT 它是专门出口的或者是内销的。它的茶汤比较偏黄褐色。铁观音还有分为清香、浓香跟沉香，茶树的品种、焙火、柔韧的制法，造就成不同铁观音它有不同的味道。它会有一个叫做观音韵，残留在喉咙里面，会有一个韵味。那韵味会有花香、果香味，喝起来还蛮柔和的。因为像我自己喝有的铁观音会有一点点的苦涩味，不过它喝起来还蛮柔和的，韵味不会太重。铁观音它厉害在于说，气泡还会有余味跟余香。接下来这个是高颜值的新式茶点，茶脆、茶饼跟草莓牛乳奶糕。送福里在很多各大景点基本上都有分店，所以要买这个伴手礼我觉得不难，但是难在于说好不好吃，以及它味道不合。安加乳它是纽西兰100%的草饲牛所做出来的奶油，中式的茶味结合了西式的烘焙饼干的方法，它是用大红袍入味的，有点像小月饼。外皮口感有是湿润绵密的，内馅的茶香也很过瘾，大红袍的味道马上就散发出来，奶油轻轻的点缀，我也说过重，很棒了一点，符合现在人的需求，取得平衡刚刚好，淡淡的奶油外皮香以及中间大红袍的茶香来点缀。第2个茶萃，它是用福州的茉莉花茶所做出来的茶萃，包装太简陋了，简陋到就是搬过来也是素的，哈哈，这是一个盾牌吗？这不晋级巨人，献出你的心脏，献出你的心脏。不过茉莉花香好香，这个已经可以当香水等级的茶点了，好香！我刚才还没吃，我就觉得好舒服哦。不好意思，我已经直接开吃，太香了。
细细品尝之后啊，我们还是觉得这一款的香精味有一点太重了。香味也蛮香的。办公室的同事应该都会喜欢。厦门中山路的时候，我们看到一间很 fancy 的店，秉持着一个尝鲜的心态，我们就去买了。有点担心，因为我怕它就是华尔布斯，它是一个绿皮火车的一个伴手礼店。那为什么叫绿皮火车？是因为以前中国大陆有一个叫朴树的列车，就是绿色的，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台湾早期的那种复古蓝色的那种火车。台湾版的区间车，只是他们中国大陆是绿色的，打开是这样子，一小颗的，很像一个小糖果，做的有点像牛轧糖，一口吃啦。这个好吃，介于硬跟软中间，担心太妃糖甜度太高，所以有加了一点红茶的味道，去中和太妃糖的甜味，这样搭配起来，再加上坚果的香，这味道很棒哎。厦门的咸饼，它主要是出海的渔夫以及远洋打拼的华侨，在海上，它为了要讨海参果，所以它加入了一些不容易腐化的食材跟调味。这咸味的太阳饼，酱葱味蛮香的。陈皮我也不太习惯，是像太阳饼的颜色，里面都是陈皮味耶，我觉得好 shock 哦。这个味道有颠覆我对这个饼的感觉。对啊，完全就是你不会想到这个饼是这个味道。这两个我蛮推的耶，正新兴的3个不同口味的糕点。绿豆咸梅花生，我最好奇的是咸梅口味，因为从来没有吃过咸梅，但是绿豆跟花生我大概能想象，所以我先来试尝咸梅的给大家看。又咸又甜。哇，我很喜欢咸梅耶。有2种味道交织而成，发展出另外一个属性。绿豆的绵密带点沙感，甜度高了一点。我觉得不要一口吃啊，我觉得它分1/4吃，然后配个茶。花生最爱。味道，这个很浓的花生香，一小条，我觉得它威力蛮大的，可以吃很久。嘴口酥，4个月的小孩子他为了要收眼，所以他会把嘴口酥用铜线串在这个脖子里面，帮助他收眼。真的是古早味饼干，很朴实的鸡蛋香。但我蛮喜欢这种比较简单的味道。雪片糕，雪片糕里面没有雪，竟然是这样很薄的一片。我觉得我好像在吃什么厚纸板。它这个就是拿来配茶的，余味会在喉咙慢慢一点点的散发，但它的味道没有带太深厚、太醇厚，就是淡淡的甜味了。吃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我还是要对厦门的伴手礼给予高分，因为这些零食是我在超市或是去其他国家我吃不到的伴手礼味道，真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古早味零食。白鹿出品的蛋花酥，是不是有点硬？我可能牙口不好的人不能咬，这个我觉得太硬了。怎么会这么硬？要脆不脆，要软不软，那感觉就很怪，完全名不符实哎。怎么会这样？这个达妹，这个不过是香的，那很可惜就是那个口感没有设计的很好。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蛋花酥的真正吃法？吉红糕，吉的意思啊，它代表是吉祥的吉。所以他在婚庆、节日祭祀多半都会拿这个当供。有的时候你不是要去找寻这个食物，而是找寻记忆，找寻当初给你吃这口味道的第一个人。岁月啊会流逝，但是记忆跟味觉不会说谎。传统零食常常叫什么吉红糕，但是里面没有橘子，里面没有太阳，都取一些很奇怪、令人匪夷所思的名称。以前小时候干妈讲会吃到的零食，我必须说真心的话，我们开了非常多世界各国的伴手礼啊，那唯独这个真的会每一口让我想到小时候的感觉。我觉得好不好吃很主观，但是回忆是不会假的，因为你会勾起小时候可能我在四合院大家过节的时候，中间不是有摆很多那种糖果的那种盒子，大家就可以伸手去拿。童年无邪的时候，八珍糕与坚果糕哦，刚好一咸一点，咸的，甜的。对，你的甜的也很不 OK， 对不对？我刚刚吃到是面有难色哎，哈哈，这个完全不推。Sorry， 贡糖
是拿来进贡的，所以它的食材或是它的制作的方法比较讲究。那第二种民间说法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是要用台语的贡。不过这个包装真的很符合东方人的习俗，像包红包啊，或者说你要比较吉祥如意，就用这种完全大红色的纸的包装。没想到是切了3小块。虽然有点咸，这时候真的加配茶了，没败哦，但是还是有点偏甜啦。外面的那一层稍微的粘牙。风吹饼，碳大鸡加滴滴。风吹饼顾名思义，就是它把米饼弄得像风可以吹高高、吹远远、薄而脆，没什么味道，就很淡。这是不是要配八婆婆的烧仙草啊？因为我觉得真的好淡哦。你说这个籽味其实也很淡。它好适合加那花生汤的。鱼皮花生真的有鱼皮味吗？它只是因为外表用糖跟面粉裹在外皮，有点像鱼皮的脆感，它其实跟鱼肉没有直接的关系。当当，这样的外皮好可爱哦。移居到墨西哥的一个日本人发明的这个鱼皮花生，它其实也叫日本花生，传到闽南地区的时候才改名叫做鱼皮花生，能想象得到味道。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是日本人发明的，味道清清淡淡。我们台湾人喜欢吃蒜香加辣椒的，很过瘾的那种。但这个花生就是清清淡淡，一点点咸味而已。你要当下酒菜，我觉得也不是很适合，因为它太清淡了。我记得印象中有看过一些资料显示，有的人他会有什么失忆症呢？治疗的方式可以透过视觉、味觉去勾起大脑最深层的记忆，它不是忘记了，而是埋在大脑最深层的地方。你需要靠其他的方式去勾起它。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是创世小夫妻，下集见。